你走進菜市場，攤位上的魚眼睛亮晶晶，魚鱗閃閃發光。老闆笑臉相迎說：“這魚新鮮得不得了，剛從水裡撈上來的。”你掏出錢買了一條回家，覺得今晚的餐桌一定會很豐盛。可你有沒有想過，那條看起來新鮮無比的魚，它的身體裡可能正藏着一座化學兵工廠？我知道你會說，吃魚好啊，蛋白質高，脂肪低， DHA 豐富，孩子吃了聰明，老人吃了長壽，年輕人吃了不長胖。沒錯，魚肉確實是人類餐桌上最優質的蛋白質來源之一。可問題在於，不是所有的魚都配叫好魚。有些魚，它表面看起來跟正常的魚沒有任何區別，但吃進肚子裡，那就是在給你的肝臟、腎臟，甚至血液系統埋地雷。今天這期內容是一位在水產行業幹了20多年的老魚販，冒着得罪同行的風險，掏心掏肺講出來的實話。他說，有5種魚，哪怕白送給你，你都應該轉身就走。為什麼？因為這些魚要麼泡過藥，要麼重金屬超標，要麼從生長環境開始就已經中毒了。它們不是食物，它們是披着魚皮的定時炸彈。聽起來有點嚇人，別急，我們一條一條來拆解。看完以後，你再去菜市場，保證你的眼光會完全不一樣。第一種，甲醛魚。什麼叫甲醛魚？就是被甲醛溶液浸泡過的魚。你沒聽錯，就是裝修房子時那個刺鼻的甲醛，就是那個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一類致癌物的甲醛。它竟然被一些無良商販用來泡魚。為什麼要這麼做？原因非常簡單，也非常可恨。魚這種東西離開水以後死得很快，死了以後腐敗得更快。俗話說臭魚爛蝦，一條魚如果不新鮮，那股腥臭味是掩蓋不住的，顧客聞一下就不會買。可是魚販子不可能每天把賣不掉的魚全部扔掉，那多虧啊！怎麼辦？甲醛就登場了。甲醛是一種非常厲害的防腐劑，它能夠殺死微生物，阻止蛋白質分解，讓已經開始腐敗的魚重新變得看起來新鮮。泡過甲醛的魚，魚眼會重新變得明亮，魚鰓會重新變得鮮紅，魚肉會變得更加緊實有彈性。如果你不仔細辨別，你根本分不出這條魚到底是剛撈上來的，還是已經死了3天又被回春的。這裡有一個細節你一定要記住，正常新鮮的魚，不管是海魚還是淡水魚，聞起來是一種自然的腥味。海魚是鹹腥味，淡水魚是土腥味，雖然不好聞，但不刺鼻。而泡過甲醛的魚，聞起來會有一股若有若無的刺鼻氣味，有點像新家具那種味道。另外，甲醛會讓蛋白質變性凝固，所以泡過甲醛的魚肉質會偏硬偏嫩，用手指按壓以後回彈特別快，不像正常新鮮魚肉那樣有自然的柔軟感。你可能會想，那我買活魚不就行了嗎？理論上是這樣，但你知道嗎？有些不法商販連活魚池裡的水都動過手腳，他們會在水裡加入微量的甲醛或者其他化學藥劑，讓快要死的魚多活幾個小時。你以為自己買的是活蹦亂跳的新鮮魚，其實那條魚只是在化學藥水裡回光返照而已。甲醛進入人體以後會怎樣？短期來看，它會刺激你的胃腸道黏膜，導致噁心、嘔吐、腹瀉。長期少量攝入呢，它會損害你的肝臟和腎臟功能，因為這2個器官是負責幫你解毒排毒的。當毒素超過了它們的處理能力，器官本身就會受損。更可怕的是，甲醛是明確的致癌物質，長期接觸或攝入會增加白血病以及鼻咽癌等癌症的風險。所以下次你去買魚，記住3個動作。第一，聞，把魚湊到鼻子前聞一聞，有任何刺鼻異味的不要。第二，摸，按一下魚肉，如果硬邦邦的，彈性過度好，不像正常魚肉那樣軟嫩的不要。第三，看，如果一條明顯不夠新鮮的魚，眼睛卻異常明亮，魚鰓卻異常鮮紅，那就很可能是化妝過的，不要。記住，真正新鮮的魚不需要化妝，就像真正好看的人素顏也好看一樣，真正新鮮的魚靠的是它自然的光澤和氣味，而不是化學藥劑的包裝。第二種，孔雀石綠魚。如果說甲醛魚是化妝魚，那孔雀石綠魚就是嗑藥魚。這個名字聽起來很浪漫，孔雀石綠好像是什麼寶石的顏色，但實際上
它是一種工業染料，本來是用在紡織業和製陶業裡面的，跟你吃的東西一毛錢關係都沒有。可就是這種工業染料，在水產養殖圈裡卻有一個外號，叫做萬能神藥。為什麼？因為它殺菌效果太好了。魚在養殖過程中最怕的就是水黴病、鰓黴病、小瓜蟲病這些真菌和寄生蟲感染，一旦爆發就是大面積死亡，養殖戶血本無歸。而孔雀石綠呢，用量小，價格便宜，效果立竿見影，簡直就是養殖戶的救命稻草。不僅養殖環節用它，運輸環節也用它。你想想看，活魚從養殖場運到批發市場，再從批發市場運到菜市場，中間可能要折騰好幾個小時，甚至10幾個小時。魚在運輸過程中處於高度緊迫狀態，互相擠壓碰撞，鱗片脫落，傷口感染，死亡率非常高。如果在運輸水箱裡加一點孔雀石綠呢？嘿，魚的死亡率大幅下降，到了目的地還是活蹦亂跳的。更狡猾的是，用了孔雀石綠的魚，就算死了，顏色也特別鮮亮好看，消費者很難從外表上分辨出來。問題是，早在2002年，我國就已經把孔雀石綠列入了食品動物禁用的受藥清單。美國、加拿大、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也早就禁止在水產養殖中使用這種物質。為什麼要禁？因為科學家發現，孔雀石綠進入魚體以後，會轉化為一種叫做隱色孔雀石綠的代謝物。這種東西的親脂性極強，非常容易在魚的脂肪組織和內臟裡面累積，殘留時間特別長。而且研究表明，它具有高毒性、高殘留性以及潛在的致癌、致畸、致突變的風險。致癌就是可能讓你得癌症，致畸就是可能影響胎兒發育，導致畸形；致突變就是可能導致你的基因發生突變。3個致，每一個都足以讓你心驚膽戰。可是禁了就真的沒人用了嗎？天真了。事實上，孔雀石綠至今仍然是水產品監管中最頭疼的問題之一。2015年前後，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曾經抽檢了數百批次水產品，在黑魚、鯉魚、草魚、桂魚、鱸魚、鯰魚等多個品種中都檢出了孔雀石綠。2016年，甚至有消息說，監管部門要對水產品進行大檢查，結果北京很多超市直接把活魚全部下架了。不是因為他們查出了問題，而是超市自己都沒有把握，保證這些魚從來沒碰過孔雀石綠，乾脆選擇不賣來規避風險。你想想，連超市都怕到這種程度，這問題得有多普遍？為什麼禁不住？3個原因。第一，孔雀石綠太便宜了，在網上隨便就能買到。第二，至今沒有找到效果同樣好的替代藥物。第三，水產養殖業太分散，小養殖場、小魚塘遍布各地，監管根本覆蓋不過來。那消費者怎麼辨別？說實話，如果用量很少，肉眼幾乎看不出來，但有幾個參考方法。第一，如果魚的體表有不自然的藍綠色光澤，尤其是在魚鰭和魚鱗交界處，那就要小心了。第二，煮魚的湯如果出現淡綠色或者藍綠色，那基本可以確定有問題。第三，盡量選擇帶魚、青魚這類捕撈上來就是死的海魚，因為不需要保活，所以也就沒有使用孔雀石綠的必要。第四，盡量在正規超市或有品質保障的渠道購買，不要貪便宜在路邊攤買來路不明的活魚。有人可能會問，那我以後是不是都不能吃活魚了？也不是，你只需要記住一個原則，越便宜的魚使用孔雀石綠的動力越小，因為違法成本不划算。反而是那些經濟價值比較高的品種，比如多寶魚、石斑魚、桂魚、鱸魚、鰻魚這些，被嗑藥的風險更大，因為這些魚一條就值不少錢，商販更有動力通過藥物來降低損耗，提高利潤。所以你看，便宜的魚未必不好，貴的魚未必安全。買魚這件事跟買包包不一樣，不是越貴越好。第三種，體型異常巨大的魚。你有沒有在菜市場見過那種特別大的魚？一條草魚10幾斤，一條鯉魚7、8斤，一條鯰魚能有人的手臂那麼粗。很多人一看就興奮，覺得這魚肉多啊，買回去夠全家吃好幾頓的，划算。慢着，在你掏錢之前，先冷靜想一個問題：這條魚為什麼這麼大？如果是野生魚，長到很大，
那說明它在水裡活了很長時間。聽起來好像不錯，但問題是水裡可不只有水，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區附近的江河湖泊裡，水中含有各種各樣的重金屬，鉛、汞、鎘、砷，這些東西你看不見，但它們一直在那裡。魚在水裡生活，每天通過鰓呼吸，通過食物攝取，會不斷吸收這些重金屬，並且累積在體內，尤其是肝臟、腎臟等內臟器官裡。生物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生物富集效應，意思是說，食物鏈越往上，生物體內的有害物質濃度就越高。一條小魚吃水草和浮游生物，體內累積了一點點重金屬；一條大魚吃了100條小魚，那這些重金屬就在大魚體內集中了。而一條活了很多年的超大型魚呢，它不知道吃了多少條中型魚和小型魚，體內的重金屬含量可能已經高到離譜。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曾經專門列出過一份不推薦食用的魚類清單，裡面主要就是大型肉食性魚類，包括鯊魚、劍魚、方頭魚、大眼金槍魚、馬林魚等等。為什麼？因為這些魚處在食物鏈的頂端，體內汞含量特別高，孕婦、哺乳期婦女和兒童尤其要避開這些魚。如果是養殖魚呢？養殖魚長到異常大，那就更要警惕了。因為正常的養殖魚有一個合理的出塘規格，比如草魚一般養到4-5斤就可以上市了。如果一條養殖魚長到10幾斤還在池塘裡，那很可能不是自然長大的，而是被餵了生長激素或者其他添加劑。這些激素會殘留在魚肉裡面，人吃了以後可能導致內分泌紊亂，對兒童的發育影響尤其大。所以老魚販的建議是，買魚不要貪大，淡水魚裡面草魚買4到5斤的最合適，鯉魚1斤半左右的最好，鯽魚選半斤到1斤之間的這個規格的魚，生長週期適中，既保證了口感，又不至於累積太多有害物質。你可能會覺得，那我買小一點的魚，是不是就絕對安全了？也不一定，但至少風險會低很多。就像開車一樣，你不可能保證100%不出事故，但你繫上安全帶，遵守交通規則，出事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買魚也是同樣的道理。第4種，已經死亡且來路不明的冷凍魚。冷凍魚不等於壞魚，這一點我們先說清楚。正規的冷凍魚，比如遠洋捕撈上來以後，直接在船上急速冷凍的深海魚，品質是非常有保障的，甚至比很多所謂的新鮮魚還要好。因為急速冷凍可以最大程度鎖住魚肉的營養和口感，而且整個過程有嚴格的冷鏈管理。可問題出在哪裡呢？出在那些來路不明的冷凍魚上。你在超市冷凍區或者菜市場的冰櫃裡，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價格特別便宜的冷凍魚，它們通常沒有完整的包裝，沒有生產日期，沒有保質期，沒有產地資訊，就光溜溜的躺在那裡，上面附着一層厚厚的冰。這種魚問題可能非常大。首先，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時候死的，可能是幾天前，也可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你沒聽錯，市面上確實存在冷凍了好幾年的僵屍魚。這些魚在倉庫裡反覆冷凍解凍，肉質已經嚴重劣化，蛋白質分解產生了各種有毒物質，脂肪氧化產生了致癌性的過氧化物和丙二醛。表面上看只是一條普通的冷凍魚，實際上裡面的營養已經所剩無幾，取而代之的全是對身體有害的降解產物。其次，你不知道它死亡的原因。正常捕撈的魚是健康的，但有些冷凍魚可能是養殖過程中病死的。病死的魚肉質差，可能含有致病菌和藥物殘留，正常渠道根本不允許銷售。但有些不法商販會把這些病死魚低價收購，冷凍起來，然後混在正常的冷凍魚裡面賣出去。你買回去一煮，可能覺得味道有點怪，但也說不上哪裡不對，就稀里糊塗吃了。再者，你不知道它在冷凍之前有沒有被處理過。有些冷凍魚在凍起來之前會被泡過甲醛或者其他藥劑，目的就是為了讓它在解凍以後看起來新鮮一些。這就把我們前面講的甲醛魚問題又疊加了上去。怎麼判斷一條冷凍魚有沒有問題？幾個方法。第一，看冰層。正規急凍的魚表面的冰層薄而均勻，叫做護生冰衣，是為了保護魚肉不被凍傷氧化。而反覆冷凍解凍的魚，
冰成後且不均勻，有些地方結了厚厚的冰塊，有些地方冰已經融化又重新凍上了。第二，看魚眼，就算是冷凍魚，如果凍的時候足夠新鮮，眼睛也應該是清亮透明的。如果眼睛渾濁凹陷，那說明這條魚在凍之前就已經不新鮮了。第三，看魚肉顏色，正常冷凍魚的肉色應該是均勻的，而如果出現局部發黃、發暗甚至發褐色，那就是脂肪氧化的表現，說明這條魚已經凍了很長時間，或者冷鏈中間斷過。最重要的一點，買冷凍魚一定要選有完整包裝、有品牌、有生產日期和保質期的產品。那些散裝的、來路不明的冷凍魚，便宜是便宜，但你省下的那點錢可能還不夠將來看病的掛號費。低溫可以抑制細菌繁殖，但不能殺滅細菌。有些耐低溫的細菌和黴菌在冷凍環境下照樣能慢慢生長，所以冷凍魚也不是可以無限期保存的。一般來說，家庭冰箱裡的冷凍魚最好在1個月內吃完，最長不要超過半年。超過這個時間的，就算外表看起來沒什麼變化，裡面的營養和安全性也已經大打折扣了。第五種，畸形魚。最後一種要警惕的魚，就是外形明顯異常的魚。什麼叫畸形？就是身體形狀跟同類明顯不一樣，比如脊椎彎曲、身體扭曲、鰭不對稱、頭部變形、眼睛位置不正常、體型比例嚴重失調等等。你在菜市場偶爾會看到這種魚，它們通常被混在正常魚裡面一起賣，或者因為賣相不好被便宜處理。有些消費者覺得，不就是長得醜一點嗎？魚肉又不長在臉上，便宜又能吃，挺好的。可真相沒有那麼簡單。魚為什麼會畸形？原因大致有3種。第一種是基因突變，這種在野生魚中偶爾會出現，概率很低。第二種是養殖過程中的問題，比如水質惡劣、藥物濫用、飼料中某些營養成分失衡等，都可能導致魚的發育異常。第三種是最可怕的，就是水體受到了嚴重的化學污染，重金屬、工業廢水、農藥殘留、塑化劑這些污染物都有可能干擾魚的正常發育，導致畸形。而這些畸形魚的體內往往也累積了大量的污染物。換句話說，它長成這個樣子，本身就是這片水域有毒的最直觀證據。你吃了這條魚，就等於把那片被污染的水域喝進了肚子裡。日本水俣灣的水俣病事件，很多人都聽說過。上世紀50年代，當地工廠排放的含汞廢水污染了海灣，魚類大量畸形死亡。當地居民長期食用這些魚以後，出現了嚴重的汞中毒症狀，手足麻木、視野縮小、聽力下降、言語障礙，重者甚至全身抽搐、精神失常，最終死亡。這就是生物富集效應在人體上的最恐怖展現。當然，這是一個極端案例，但它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魚體的異常往往是環境問題的信號燈。所以看到畸形魚，不管它多便宜，不要買。它的畸形在告訴你，我身體裡有問題，你聽勸就離遠一點。另外，不僅僅是畸形魚，那些看起來特別不活躍、游動緩慢、反應遲鈍的魚也要注意。正常的健康魚在水裡是生龍活虎的，如果一條魚在水裡幾乎不動，或者被撈起來以後完全沒有掙扎反應，那它很可能是生病了，或者被藥物抑制了。這種魚買回去，不僅口感差，安全性也堪憂。好了，5種魚講完了，我們來做一個總結。第一，甲醛魚，聞起來刺鼻，摸起來過硬，看起來死魚卻異常光鮮的，不要買。第二，孔雀石綠魚，體表有不自然藍綠色光澤的活魚，尤其是高價值品種如石斑魚、桂魚、多寶魚等，要格外小心。第三，體型異常巨大的魚，不管是野生還是養殖，越大的魚體內累積的重金屬和有害物質越多，買魚不要貪大。第四，來路不明的冷凍魚，沒有包裝，沒有日期，冰成後且不均勻的散裝冷凍魚，不要碰。第五，畸形魚，外形明顯異常的魚，很可能是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吃了等於自己也成了受害者。有人可能會問，聽你這麼說，那還能不能愉快的吃魚了？當然能，吃魚的好處是實打實的。魚肉富含優質蛋白質、Omega、3不飽和脂肪酸、DHA、EPA，
以及維生素 D、B12、鐵、鋅等多種微量元素。經常吃魚的人，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更低，大腦功能衰退更慢，炎症反應更少。對於孕婦和兒童來說，適量吃對的魚，對胎兒和孩子的大腦發育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關鍵不在於要不要吃魚，而在於怎麼選魚。第一個建議，盡量選擇食物鏈底層的小型魚類，比如沙丁魚、秋刀魚、鳳尾魚、小黃魚。這些魚生長週期短，體型小，體內累積的有害物質少，而且 DHA 含量往往並不低。第二個建議，少吃魚頭。魚皮含內臟，重金屬主要蓄積在魚的肝、腎等內臟組織中，魚頭含魚皮中的含量也相對較高，而魚肉本身的含量是最低的。所以，如果你特別擔心重金屬問題，那就專吃魚肉，少碰其他部位。第三個建議，在正規渠道購買大型超市、連鎖生鮮店、有品質認證的網絡平台，這些渠道的魚產品通常有比較完善的供應鏈管理和品質檢測，雖然不能100%杜絕問題，但風險會比路邊小攤低很多。第四個建議，烹飪方式很重要，清蒸、水煮是最健康的做法，既能保留魚肉的營養，又能減少有害物質的攝入。而油炸、燒烤這些高溫烹飪方式，不僅會破壞魚肉中的不飽和脂肪酸，還可能產生新的致癌物質，比如苯並芘和雜環胺。你好不容易選了一條安全的魚，結果用最不健康的方式煮了，那不是白費功夫嗎？第五個建議，不要天天大量吃同一種魚，多樣化飲食是降低風險的最好策略。今天吃三文魚，明天吃鯽魚，後天吃鱸魚，既能攝取不同魚類的不同營養，又能避免因為單一品種的潛在問題而導致有害物質累積。最後，我想跟你說一句掏心窩子的話，食品安全這件事，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最後一道防線。政府在監管，企業在自律，但總有漏網之魚，也總有鋌而走險的人。我們能做的就是用知識武裝自己，用常識保護家人。買魚不是一件小事，你掏出去的每一分錢都是在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票。以前不知道這些的時候，你是無知者无罪，但現在你知道了，在去菜市場的時候就多看一眼，多聞一下，多想一想，那些異常光鮮的、異常便宜的、異常巨大的、異常安靜的魚，背後可能都藏着一個你不想知道的故事。別怕麻煩，多花3分鐘挑魚，可能讓你少花30年吃藥。好了，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如果你覺得這些資訊有用，請一定要轉發給你關心的人，尤其是家裡負責買菜做飯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他們去菜市場的次數比你多得多，卻可能比你更容易被不良商販蒙騙。把這些知識告訴他們，就是對他們最好的保護。